老人好奇地打开后备箱，拉开帆布袋子，让他运送的竟是200公斤面粉。可就在这时 ，Need help, sir？ 是一名缉毒警察，他以为老人遇到难处，接着问装的是什么。老人解释道是给孙女送的核桃，并将一袋核桃拎起放在面粉袋子上。缉毒警相信老人，可是警犬却不停地叫。警察以为他要尿尿，因为这里只有他和老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毒品？而老人却要溜之大吉。可他突然淡定，赶快拿起药膏在双手上涂抹，接着走下汽车。在警犬过来时，老人开始摸他的鼻子，一股浓烈膏药味让警犬失去了方向。缉毒警向老人道歉，并祝他一路平安。这部电影叫《骡子》，讲述9旬破产老人在就业，不光抱得美人归，整天出入各种舞会，老人放荡不羁一生。而看到最后，突然间让人感动，还是真实故事改编。故事的开始，老人是退伍老兵，现在以养花为生，已多年不和家人联系，偶尔参加各种花卉展览，撩妹技巧也很高超。Oh, ladies, you're on the wrong floor. Third floor is the beauty pageant. 老人拿到花卉展的金牌，他的事业风生水起。这天是女儿的婚礼，他却在请朋友酒吧小酌，不是不惦记，而是忘得一干二净。转眼间12年过去，互联网网购的出现让老人破产了，银行收走了房子，他只剩下一辆破车。这时候他想起他似乎还有个家，外孙女要结婚了，也只有他爱着老人。女儿和他12年没说话，见他后转身便离开。老伴很是了解他，看到那辆破车，知道他不是来参加婚礼，而是他无家可归了。他还答应过为孙女出婚礼酒钱。老人气哄哄的离开，孙女伴娘的男友追出来，聊天中得知老人去过41个州，而且从未吃过罚单。小伙给他一张名片，如果想为孙女提供婚礼酒钱，可以去这里试试。他们正在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。老人来到埃尔帕索，来到那家轮胎店，里面的人都携带武器，上来就要切割老人的车。他们要把货物隐藏起来，可老人不干了。他曾是退伍老兵，什么驾驶都见过，总之不能碰他的车，让他们就把货物放在后面。几个人同意了，交给老人一部手机，只允许接听，不能打电话。到了交货地点，把车停好。到了交货地点，把车停好，钥匙放车里，离开1个小时再回去，酬金和钥匙都会在里面。就这样，老人第一次干活。汽车停到指定地点，1个小时后，老人回到车上，打开手套箱，里面有个信封，他没想到这么厚实，接着打开一看，光头告诉老人，以后想接活就打这个电话。No, this was just a one-time deal for me. 孙女的婚礼上，老人包了全部酒水，他玩得很开心，只要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家人。他坐在妻子旁边。You look lovely tonight. 老人想要赎回房子，可这些钱还不够，于是先换了一辆车，准备再干上一票。老人再次来到轮胎店，上一次完成得很好，几人对他刮目相看，依然按照老人的要求，货物自然地放在后备箱中，并递给他一部新手机。Yeah, well, you know I've got this other one from before too. 光头接过手机，直接掰断丢掉。再次踏上征程，老人一路很放松，他不知道货物是什么。路上偶尔逛逛水果店，补充维生素，和机车女孩们闲聊，让心情更美丽。汽车停到目的地，又顺利的完成一趟，大赚一笔。老人赎回了房子，手上也有了存款，那必须出去嗨一下。他来到老兵协会，只是很可惜，一场大火让这里停止营业了。他光顾这里已经快50年，这里就像第二个家。老朋友说保险理赔会很慢，除非有人有25000美刀的闲钱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老人又来到轮胎店，他们已经合作很愉快了。可老人突然意识到，到底运送的是什么，能有如此高的酬金？于是趁着四处无人，老人打开后备箱查看，也就是解说开头的剧情。原来运送的竟是毒品。可这趟活结束之后，这趟赚了6万美刀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毒品大量涌入，上面从纽约派来探员，让他携手本地缉毒，共同破下这起案子。他们先制服一名毒贩，让他成为警方线人。他说出运毒流程，那些人被称为骡子。老兵协会重新开业，老人们回到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而这一切都是老爹的功劳，他承包了老友们的幸福。于是开启了第5趟。他没有像其他骡子那样一路开到目的地，而是边走边玩，一路歌唱。又到拆盲盒的时候了。这里是墨西哥，因为老爹的靠谱，没有前科，一辈子没罚单。老大让他跑一趟大活，总共110公斤，但是需要小胡子跟他一起。小胡子找到老爹，要求这趟活要全程听他指挥，按照他的路线，不能私自改道，不允许随意停车。小胡子放下狠话，趁着装货的时候还悄悄放了窃听器，接着开启这一趟大活，让小胡子意想不到。老爷子很是放松，一路唱情歌，气氛是容易被传染的。小胡子和同伴跟在不远处，也忍不住哼唱。这是第8趟送货路上遇到爆胎的小两口，他竟然下车去帮助，还不忘羞辱男人。Didn't your daddy teach you how to change a tire? No, that's why I'm Googling it, Dad. Yeah, well, that's the trouble with this generation. 老头恨透了互联网，住在旅馆也不省心。
货物就放在车里，老头却找了2个姑娘。不远处的小胡子却气得咬牙切齿，他觉得老头太不专心了。就这样，小胡子盯了一晚上，那可是价值几百万的活。到达一所城市后，老爹依然不听指挥，突然右拐改变了方向。他一路悠闲自在，而小胡子却提心吊胆。终于货物送到指定地点，小胡子气坏了，他打电话给老大，说他想杀了老爹，他什么指示都不听，一路想停车就停车，还帮人家修轮胎。昨天还停车去看望一个老朋友。老大告诉他，他有自己的方式，只要货物送到，就任由他吧。警方从线人得知，他拿到毒贩运送清单，有一个新骡子道上称他为老爹，在4月份运了121千克，5月172千克，之后又运了232千克。老爹请2位吃饭，小胡子问他为何在这里停车，老爹告诉他，因为这是整个中西部最好吃的三明治，原因就是这么简单。小胡子尝过后，真的如他所说，小胡子是出来工作，而老爹却一路享受生活。就在离开餐厅后，警察拦住了小胡子，他想知道墨西哥人来到他的镇子干什么。老爹慢慢走过来，他细心向警察解释说，他们为他工作，是来为他们搬家的。2位小伙认真负责，比搬家公司便宜多了。老爹叫警长来到一边，他竟打开了后备箱，小胡子2人准备掏枪，货物就在眼前的黑色袋子，而老爷子却拿出2桶焦糖玉米。虽然警长拒绝， Oh, you'd be doing me a great favor if you would. I've got diabetes. I can't have it. They love it down at the station. And the gals upstairs, they'll love it too.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, sir. 警长抵不住老人的热心，抱着2桶玉米，在老爹的热心下不知所措的离开。日复一日，老爹成为骡子中的黑马。他受到老大之约，来到墨西哥参加派对。老大亲自安排服务，没有老爹的存在，他们的生意不会那样顺利。酒过3巡后，老大找到小胡子，他想给小胡子建议。I pass. I think you ought to quit. Quit what? Quit this. What? Quit here. These people don't give a crap about you. You know, you can quit, find something you really love to do, and then go after it. 小胡子回复，这里是他的家，他曾经只是街头混混，是老大收留了他，给他的身份地位。Hey, Ellis, it's just an idea, you know. 缉毒行动不停，缴获一个又一个窝点，但老爹依然肆意横行。孙女的美容学校毕业典礼，老爹受邀参加，可女儿见到他，抬屁股就换了座位。老爹靠在老伴身边，手上戴着金手镯，他想弥补对家人的过去，他默默地为孙女交了学费，可除了孙女没人知道。毒枭老大正在练枪，新提拔的左膀右臂出卖了他。新老大召回小胡子，只要听他的命令就不会死。接着找到了老爹，将他带到深山野林。光头立了新规矩，以后必须准时出发，准时到达地点，不能擅自停下，必须严格执行。他们给老爹看了萨尔尸体，也就是和小胡子跟他一起那位，以后不会有人跟着他，只要老爹不守规矩，他们的眼线就会干掉他。可老爹怎能怕他，依然笑容满面开始工作。警方通过窃听得知骡子老爹的行动路线，直升机和巡逻车出动，只要发现可疑车辆，他们就拦下检查。而老爹继续一路哼唱，如今已经是第12趟。探员又得到可靠消息，老爹今晚会入住一家旅馆，探员立刻前往。此时一个壮汉正在边玩手机边砸一旁的制冰机，老头嫌吵说了他几句，壮汉没给他好脸。经过远程监视，排除了妇女孩子和9旬老人老爹，他们锁定了这个男人，腰间挎着枪，应该就是他。 What's that right there? Everything all right? Yeah, except I'm trying to avoid some big asshole who's going around here banging his cell phone on the ice machine down there. I don't know what it is with you guys and your generation. You guys. Jesus, don't you guys live life or something outside the goddamn phone? 警察来抓他，他还告个状。就在几秒钟后，探员将壮汉制服了，也是个瘾君子，但是他不是要找的老爹，而老爹看向外面，他知道是在抓毒贩。天亮后的咖啡店，老头和探员狭路相逢。 Oh shit! It's the food. I know a lot about all shit. Is that a Miss birthday or what? Anniversary.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他们闲聊几句，老头提醒探员 You gotta think about family. Yeah. Anniversary is important, but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 because women love that shit. 他说他自己错过很多，把工作看得比家人重要，直到现在才发现家人比工作更重要。老人的感慨让探员受益匪浅，豁然开朗，继续上路。老爹接到孙女电话，他的老伴病得很重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孙女让爷爷赶快回家，可是老爹拒绝了，他现在没法离开，也没法向孙女解释。孙女生气了，他一直向着爷爷说话，但今天爷爷让他失望。老爹叹了口气，于是冒着死的风险回到一直想回的家。女儿没有赶他走，因为妈妈是爱他的。老伴也很是惊讶，厄尔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又不在医嘱里。但是妻子很是开心，即使厄尔整日在外面，但是他一直爱着厄尔。此时的毒枭要疯了，1000多万的火和老爹一起消失了，探员也跟丢了，他们突然失去了线索。这时窃听到毒枭电话，他们听起来很生气，准备找到老爹后就将他干掉。老爹细心照顾老伴，
他们像是回到恋爱时。老伴想知道厄尔怎么会有那么多钱。Well, I'm not gonna lie to you. I'm a high-end gigolo. 老伴笑道。接着厄尔实话实说，他是贩毒集团的毒螺，汽车的后备箱内有305公斤的可卡因。老太太又笑了。You're never gonna tell me. Whatever you did, you didn't have to get rich for us to want you around. 老爹很是自责，女儿12年来终于和他说话。老爹承认他是糟糕的父亲，他是糟糕的父亲，也是糟糕的也是糟糕的丈夫。一周过后，老太太离开人世，他的一生所爱都在，共同送这位乐观的葬礼过后，老爹要完成，女儿追上他，邀请他一起过感恩节。他终于得到女儿的原谅。老爹行驶在路上，毒枭也终于找到，在一家公共厕所，两个人堵到，老爹很有骨气，随便两个人出，他们翻到了光头向新老大汇报，是他的妻子去世，集团的货物完好无损，但这几句通话集团的货物完好无损，但这毕竟是首席骡子，也同样被这次就放过他。老爹毕竟是首席骡子，这次就放过他。警车定位到位，在洲际公路设，并派出直升机支援。这次老爹没有歌唱，而是满脸的血迹。他很淡定，依然匀速开车，在前面的设卡处，老爹慢慢减速，举起双手，老爹慢慢就擒。探员懵了，他们找的毒螺竟是自己的感情导师，一位90岁的老人。法庭上，律师利用他的高龄，包括被毒贩利用的善良，本可以轻松为恶。Your Honor, guilty. Earl. 老爹主动认罪，他承认他确实做了。他向律师抱歉，向爱着的家人抱歉。也许他不是为运毒而认罪，而是为自己伤害了家人认罪。他伤害家人，无人对他审判，而这一次，他终于用另一种罪完成了对自己迟到的宣判。但老爷子的本性依然洒脱自由，在监狱中从操旧业干起老本行，让监狱阴暗的角落变得多姿多彩，百花齐放。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故事的原型当了10年毒螺，直到2011年被抓。律师宣称他有老年痴呆，运毒只是被人利用，最终获刑3年，但只蹲了1年，就因健康问题被提前释放，直到2016年逝世。原型是87岁被抓，而故事的男主更嚣张，克林顿·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在89岁那年自导自演拍下这部电影。